前一阵子呢，有一位久没有联系的印度朋友给我发了一个 text message，后来聊起来才知道啊，原来他太太去年突然过世了。他跟他太太当年呢是透过了媒妁之言认识的，结婚了44年，感情非常的好。但是呢，一场意外的车祸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我希望透过这个真实的故事，让大家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认为呢，只有有钱的人才需要做法律文件。其实每一个家庭都需要提前规划，而且受到保护，因为意外从来不会先通知你。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udy， 在美国生活超过了40年，有8张的专业执照。每周六晚上东岸时间8点钟呢，我会跟大家分享最新的影片。我做这个频道是希望华人在美国少走弯路，享受生活，安心退休。如果你对这一类有关于美国生活、税务、移民、退休的影片有兴趣的，非常欢迎你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如果你正在做退休的规划，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提前准备，例如说如何避免了退休金被强制的提领，退休前有哪些事情需要先规划，准备退休的时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何时提领了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等等。我整理了一本退休规划电子书，里面呢把这些问题都做了系统的整理。电子书的连结就放在影片下面的资料栏里面，你可以免费的 download。事情发生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面，朋友的太太自己开车外出，途中呢就发生了一场的交通事故。虽然车子被撞毁了， airbag 都跑出来了，朋友的太太竟然也可以打开车门自己走下车。警察和救护车当然都到了现场，朋友太太呢当时还可以跟警察交流，并且描述当时车祸的情况。她没有昏迷，也没有出血，甚至于她先生赶到现场的时候呢，她还跟先生有说有笑的。两个人都认为应该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太太她抱怨肋骨的地方有点痛。当然了，她为了保险起见呢，就坐上了救护车到医院检查。一开始到医院检查的时候，一切都正常，但是呢，医生后来发现朋友太太血压开始异常的上升，没想到突然之间情况急转直下，医疗团队立刻展开了抢救。我当时这个朋友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只能在手术室外面等候。1个小时之后，医生出来告诉家属，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一刻呢，我朋友非常的崩溃。2个小时之前还在跟太太聊天，太太竟然就这样离开了。我自己经历过亲人突然死亡的那种震撼，根本没有时间准备，没有时间说再见，没有时间交代任何事情，一种很难用言语形容的遗憾和伤痛。那在面临这种巨变之下呢，还有更大的问题在后面。太太过世了之后呢，我朋友就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希望向医院调阅了完整的医疗记录，毕竟任何家属都会有疑问的，到底是哪里受伤了，医院做了哪些处置，抢救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导致于情况突然的恶化呢？可是当他跟医院提出要求的时候啊，却得到一个让他非常意外的答案。医院既然拒绝了提供完整的医疗记录，原因是根据了 HIPAA 的隐私法规定呢，医疗资讯受到了法律的保护，即使你是配偶，也并不代表了说一定自动了拥有所有的医疗资讯的权利。如果没有事先授权的话呢，医院通常是非常谨慎的会处理病人的医疗资料。那什么是 HIPAA 呢？它的全名就是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 是美国保护个人医疗隐私的一个法律。如果当事人之前签了这份授权书，那指定的人呢就可以查看病历记录啊，与医生讨论的病情，查询的检验报告，了解治疗的进度，还与保险公司沟通等等这些问题。没有这份文件的时候呢，医院会因为隐私法规而拒绝透露了详细的资讯。不是医院不近人情哦，而是法律规定他们不能随便透露病人的医疗资料。很多人听到这个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在美国法律的制度里面，婚姻关系不等于有权利，所以很多医疗的决策权、医疗的资讯权，甚至于财务的管理权呢，都需要透过了法律的文件事先的授权，否则在关键的时刻呢，家人可能会面临了很多的限制。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生有3件非常重要的文件。第一个文件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HIPAA Authorization 医疗资讯授权书。那这个授权书呢，又分为2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配偶过世前，就是病人还活的时候呢，如果配偶仍然在，但是已经失去了行为的能力，比如说昏迷啦、失智、无法沟通，医院呢就受到了 HIPAA 的隐私法规限制。那即使是配偶呢，也不一定自动的有权取得了完整的医疗记录。如果病人事先签署了 HIPAA Authorization， 也就是这个医疗资讯的授权书，或者是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的代理授权书，或是 Healthcare Directive
那则被授权的这个配偶呢，通常就可以取得了医疗资讯，并参与了医疗的决定。如果没有这些文件呢，那各州的法律不同，有些州可能允许配偶可以取得必要的医疗资料，有些医院可能会规定了要必须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之后呢，才能取得了医疗记录。第二种情况就是配偶过世之后，也就是说病人已经过世了，那根据 HIPAA 的规定呢，死者的医疗资讯仍然受到了保护。那通常呢，下列人士呢可以取得了医疗记录。第一个呢就是遗产的执行人，就是 executor， 或者第二个呢是遗产的管理人 administrator， 或者第三个呢是要法院指定的个人代表，就是 personal representative。那如果留下来的配偶他同时是遗嘱指定的这个 executor， 或者是法院指定的 administrator 的话呢，通常是可以跟医院申请医疗记录的。如果是没有遗嘱，没有法院的指定身份，医院是无法确认配偶具有法律的代表权，所以医院呢有可能是拒绝了提供的完整的医疗记录。第二份重要的文件呢，就是医疗的授权书，就是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那这份文件的作用是说，如果你在车祸、中风、失智、昏迷等等情况无法自己做医疗决定的时候呢，你可以事先指定一位你信任的人，例如配偶、子女或亲友呢，代替你和医生沟通并做医疗决定的。例如说要不要开刀，要不要转院，要不要接受某项治疗等等。那如果没有这份文件，家人有可能呢必须要透过法院的程序呢才能代替你做决定了。那第三份重要的文件就是财务的授权书，也就是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如果你失去了行为能力，那谁能帮你管理财务呢？这个呢就是财务的授权书的作用。被授权的人呢可以帮你支付贷款、缴信用卡的账单、管理了银行的账户、处理了投资账户、申请政府的福利、处理了保险的这个理赔、报税等等等等。那很多家庭呢在意外发生之后才发现即使是配偶也未必能自动的动用另一半名下的财产。像银行、券商和保险公司呢往往都需要看到正式的授权文件。我现在指的不是 joint account， 就是共同拥有账户的情况下，是说配偶之间有个别的账户。生前信托与医疗记录的关系，很多人都误认为有 living trust 就可以解决了医疗问题。其实呢 living trust 呢，它主要是管理的财产，比如说房屋啦、投资账户啦、银行账户啦，所以 living trust 通常它是不授予医疗的决策权的。因此呢，即使没有 living trust，若没有 HIPAA authorization healthcare power of attorney， 仍然可能无法取得完整的医疗资讯。一个完整的遗产规划呢，通常要包括4份重要的文件。第一个 living trust 生前信托，第二个呢就是 pour over will 一个补充的遗嘱，第三个呢就是 do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也就是财务的授权书。那么第四个呢是 advanced healthcare directive 或者是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也就是医疗的授权书。那对于夫妻而言呢，第4项往往比生前的信托更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在人失能、昏迷或者是重大疾病的时候呢，另一半是否可以合法的取得医疗资讯，并且带你做医疗的决定。我父亲当年在医院弥留的时候，就是因为之前没有签了 healthcare directive 还有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帮他做决定。那父亲的配偶，也就是我的继母呢，他认为他是 legal spouse， 他有权利做决定，但是我们做子女的希望是能够尊重父亲的意愿，因为父亲本人他是不愿意插管，不愿意做任何让父亲感到痛苦的抢救，他不希望没有尊严的活着。就是因为父亲当时没有签署这些文件，所以我们家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甚至于让父亲的骨灰在过世之后迟迟不能下葬。很多人认为我还年轻，我身体很好，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80-90岁的人，也不是卧病在床，他是在一场看起来没有这么严重的车祸之后离开人世。人生最大的风险不是死亡，而是你没有准备好面对的死亡和意外。如果你有配偶，你已经有小孩，如果你有资产，如果你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呢，请花一点时间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准备好了以下的文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HIPAA authorization， 第二个呢是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第三个呢就是一个 living will， 第四个呢是 revocable living trust。 这些文件平常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可是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他们呢可能是家人最需要的保障。最后呢，我想总结一下， living trust 信托是管财产的， 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 医疗授权书是管生命的， HIPAA 授权书是管资讯的，而 dur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财务的授权书呢是管生活的。
我想送大家一句话：我们无法控制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呢是否提前做好了准备。如果你爱你的家人的话呢，不是只有留下财富，那更重要的是不要在最困难的时候呢留下了法律上的麻烦。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提醒更多的家庭，想要设立遗嘱或者是修改遗嘱的朋友，欢迎发 email 到右上角的地址support@visionjudy.com 咨询。如果你觉得这个故事能让更多人知道，欢迎转发我的频道，也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影片见。